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大學履歷一字排開，文藝委員、聲樂部長、獨唱2項大獎，攝影設計工作室，難怪後來這麼穩。你敢信嗎？大學裡那個被同學記住的人，後來真成了大家口中的全能型人才。翻開肖戰當年的學校履歷，最扎眼的不是一個標籤，而是一連串標籤：文藝委員、藝術團聲樂部長、校慶晚會獨唱、市級歌唱比賽2等獎、公益海報1等獎和人氣獎，甚至還和朋友合夥開過攝影設計工作室。這哪是普通學生，分明是把能耐2個字寫在臉上了。偏偏還不是那種只會嘴上說說的擺設。說白了，很多人年輕時的才華，最怕的不是不夠，而是只停留在我好像會一點。可肖戰這條履歷，偏偏是把會一點做成了樣樣都能打，唱歌能站上台，設計能拿獎，實踐還能落地創業，你就說這是刺不刺激？別人忙着在校園裡找存在感，他已經在悄悄把自己的底盤一層層墊高了。等到後來再回頭看，才會發現，原來所謂底氣，從來不是突然冒出來的，而是早就埋在那些沒人注意的日子裡。其實這類人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兒，外人總愛把成功說得輕飄飄，好像運氣一來就風生水起，可真正翻看履歷才知道，哪有什麼天降主角，更多是一步一步熬出來的。文藝委員不是擺設，藝術團聲樂部長也不是頭銜，校慶晚會獨唱更不是臨場膽子大那麼簡單，背後都是一次次排練，一次次上台，一次次硬着頭皮把自己推到聚光燈下。你別看這些事情小，串起來就是一個人的性格底色，敢上、敢扛、敢爭，最後才有了別人眼裡那種怎麼什麼都會的錯覺。而且最妙的是，他還不是只會一種路數，唱歌是面子，設計是裡子，實踐創業是手腳並用，3條線一起走，這就特別像很多後來真正走得穩的人。表面看是舞台上發光，實際上底下早就把本事練得結結實實。公益海報大賽能包攬1等獎和人氣獎，說明專業能力和大眾審美都兼顧到了。這種東西可不是臨時抱佛腳能抱出來的，是真有東西才會被看見，才會被記住。你說諷不諷刺？很多人總愛盯着一個人的當下，卻不願意看他過去怎麼過來的。今天看他站得穩，就說他命好；今天看他有成績，就說他風口到了。可風口從來不認閒人，時代也不會專門照顧空手的人。真正能接住機會的，往往都是那些早年就把自己打磨過的人。肖戰大學時期這段經歷，恰恰說明一個特別樸素的道理：所謂穩步前行，不是運氣突然善待誰，而是一個人早就把路鋪在腳下了。網友其實也很吃這一套，畢竟大家對努力型人才天然有好感，尤其是這種既能唱又能做還願意實踐的人，濾鏡碎不了，反而越看越順眼。因為這種履歷不空不浮，不靠包裝硬撐，是真刀真槍堆出來的。有人會說，大學裡優秀的人很多，可問題就在於優秀的人不少，能把唱歌、設計、組織、創業都拎得清的人並不多，能同時在不同賽道都留下痕跡的人更少。偏偏這類人最容易讓人產生一種感覺，仿佛他不是在混過大學，而是在那幾年裡把自己活成了一個不斷升級的版本。說到底，名利場最現實，觀眾也最現實，誰有本事，誰就能站穩，誰只會空談。早晚會路線，前者靠的是積累，後者靠的是幻覺。肖戰大學時期那些不起眼的履歷，放到今天看，就像一塊塊早年埋下的磚，平時沒人盯着，等到真的往上蓋樓，才知道他們有多硬，
年少時悄悄攢下的才華，最後總會變成一個人往前走時最不吵鬧卻最可靠的底氣。所以你再看他當年的學校經歷，就會明白一個很現實的道理：真正厲害的人，從來不是靠某一次出場驚豔全場，而是靠長期積攢，把自己活成一個不斷加碼的答案。今天能唱，明天能做，後天還能往前衝，這種人最難被替代，也最容易走得久。說白了，所謂風雲人物，從來不是因為熱鬧，而是因為他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，早就把自己練成了硬角色。